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双截龙回归，也叫做超级双截龙。开场又演示了一下踢刀，踢飞刀这个操作是日版特有的，海外的版本没有，并且海外版应该也是不能接回旋镖的。另外，海外的版本，敌方不会像日版这样频繁的蹲下躲避玩家的攻击。综合来看，日版更考验玩家的操作，难度上也要略高。这里我续了一个旋风腿，没有看过上半期的小伙伴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本作的旋风腿是要通过蓄力。当你的蓄力槽超过了半格，按攻击键就能够使用出旋风腿。旋风腿最大的攻击段数是4段。不过海外的版本，敌方被踢一脚就会倒地。我把这块石头扔下去了，我怕敌方再来利用。刚刚这个小兵的飞刀也是扔偏了。上半期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问题 ，AI 是存在一定问题的。刚刚我使用的招式是格挡敌方的攻击，如果你格挡的时机恰当，就会抓住敌方攻击的手臂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用拳来追打，或者是用脚，或者是把敌方扔出去。刚才我踢了一个飞刀，但是被敌方的滑铲给滑倒了，真的是明刀易躲，暗腿难防啊！难道这就是江湖当中失传已久的绝技友谊腿？在桥上打架，移动的范围有限。这个拳击手是第2关的 BOSS， 叫做杰克逊。我是不太敢正面和他拼命的，因为他的刺拳非常快，并且也能够做出防御动作。这里穿着风衣的家伙就是本关的 BOSS。他叫做卡尔，在这款游戏当中第一次登场，后面打 BOSS Rush 的环节应该还会见到他的。我在使用特殊技来打他，这个特殊技叫做圆背拳，这是官方的叫法。使用的方式是按住蓄力键，再按拳，攻击的距离比较远，攻击力也比较高，但是它的出招前摇时间很长，所以说你需要掌握好出招的节奏。这招击中不同的敌人，敌方的反应也不一样。你使用圆背拳来打威廉姆斯·罗文的时候，一招他就会陷入硬直，你就可以抓头发了。如果是击中拿着双刀的敌人，他马上就会倒地。使用这招打 BOSS 3下 ，BOSS 才会倒地。所以说你可以使用圆背拳2次打 BOSS， 然后再一个追打。这样的话输出比较高。这种友谊腿真的是难防啊，出招太突然了。我已经有了2腿了吧？我的目标就是无影脚啊。
打陈荣福还有陈龙福兄弟的时候，注意不要出脚。站立出脚的话，被他防住，他会抓住你的脚，然后把你掀翻在地。我这里不停的在续旋风腿。气槽蓄满的话，人物会进入一个比较强力的状态，咱们的拳和脚一招敌方就会倒地，但是持续的时间有限，不能作为常规的输出手段。本作抓人的话，你可以使用拳，也可以使用脚，也可以投掷。拳和脚的最大追打数都是4下。敌方的基地里竟然有电梯呀！第7关的场景就是最终 BOSS 的藏身处，看起来是修建在森林里的道馆。这个道馆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座吊桥。刚才咱们在吊桥上打了第6关的 BOSS 卡尔，所以说卡尔就是这个道馆的看门人。我好像是好久没有见到外观和比利吉米长得一样的那个敌人了。更新完上半期之后，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告诉我说，大叔啊，那个家伙叫做杰夫，在人设上是比利和吉米的同门死敌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个家伙的攻击动作与比利吉米是一样的，甚至会使用旋风腿。这个回旋镖要抢下来，把他抢下来了，来多少 BOSS 都不怕了。虽然他的攻击力一般，但是安全性很高。这个小胖子叫做麦奎尔，他是第5关的 BOSS。第4关在咱们的车祸现场也亮相了，但是挨打了2次就逃跑了。真正和他分出胜负是在第5关的结尾。别看麦奎尔的身材很臃肿，但实际上他是非常灵活的。他的招牌攻击动作是变成一个球，并且跳得很高，向前滚动，有一点像街头霸王布兰卡的那招，但是他滚动的高度比布兰卡要高。这里是2个第1关的 BOSS， 叫做史蒂夫。让我想起了《骇客帝国》，但这2个家伙没有戴墨镜。回旋镖的穿透效果非常好。又出现了一个卡尔。刚才我使用了一招回身踢，这招就是跳起来之后按反方向再按攻击键。这
也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上半期我给大家介绍这款游戏基本系统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跳跃的时候有2个攻击动作，现在看起来是少介绍了一个，应该是3个，分别是普通的跳脚，跳跃之后按下按攻击的下坠攻击，还有跳跃之后按反方向的攻击，一个回身踢。所以这款游戏的招式真的非常多。刚才介绍了原背拳的出招方式是按蓄力键不松手，然后再按一下拳。如果你按脚的话，就是一个小的旋风踢。格挡之后把人抓住了，再进行追打，真的是非常爽快。但是好像它只对威廉姆斯还有罗文起作用。我使用这招的节奏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。走过去，在适当的距离出拳，击中对方之后再进行防御。其实击中的那一下就是为了确定双方的相对距离。这里的场景 Y 轴活动范围有限，我的天啊，这是踢得准不如我接得准。我在下来之前他就已经跳起来了，要出这个跳脚，结果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。又是截取了敌方的攻击，所以这招就是截拳道吧。演示了几个下坠攻击，平时用的比较少，我一般是地面流。卡尔作为上一关的 BOSS， 在本关已经出场了至少2次了。大家注意我拳头的节奏，走一步一拳，走一步一拳。这招的节奏如果掌握得好的话，最终 BOSS 你都可以压制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套路打拳击手的时候一般。出现了本作的神器双节棍，这是比利和吉米的本命武器，也是本作攻击范围最广、攻击力最高、攻击判定最好的可拾取道具。给的真的是太少了。而且切换版面的话，会把咱们的双节棍没收。这个设定我真的有点忍不了，说不通啊，什么原理啊？进了一个门，武器被没收了。这如果是玩生化危机，你问问李三光答不答应？这款游戏同屏面对的最大敌人数好像是4个，一般情况下最多都是3个。如果有双节棍的话，一起来10个都没问题。我要打10个，主要就是符合人设。
这个场面一看就是最终 BOSS 战的场地。这里要进行 BOSS rush， 但是也有对方的小兵登场。小兵的数量是有限的，打 BOSS 之前也可以清理一下。打完了史蒂夫，打杰克逊。下来一把飞刀，飞刀我想留到最终 BOSS。这个场景应该是给2把飞刀的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版面不能带得太远，太远的话飞刀就没了。所以我主要还是在屏幕的右半区来活动。BOSS 和杂兵不一样，抓头之后是有概率挣脱的。第3关的 BOSS 陈氏兄弟，使用拳头进行压制。我想勾引他出拳，防了2次都失败了。最终战这里的 BGM 也是非常的经典。第5关的 BOSS 麦奎尔。我记得打的上一只头发是绿色的，这只是粉色的。大家看我用圆背拳来打 BOSS 的时候，都是习惯用出来之后拉一下后方向，看起来打的比较小心严谨，但实际上这是我反应能力下降的标志。拳头出去之后，是否击中了 BOSS 心里没有底，而且击中的第一时间自己也没法马上判断出来，才会出现这个动作。又是卡尔，卡尔是比较吃拳头的。我飞刀免疫的，100%被空手接白刃，听说过吧？我是100%不吃飞刀的。这里的背景墙画的是钉板，但是它没有伤害判定啊。我不断的在把卡尔推向钉板，这个家伙没有受伤，太能防了吧！尤其是我最后一个终结技打不到他，我感觉他早已经没有血量了。他挂了，后面就是最终 BOSS 了。咱们的资源有2把飞刀，争取都扔到 BOSS 脸上。这个 BOSS 叫做杜克，在人设上是比利和吉米的发小。杜克控制的暗影武士组织在使用武力兼并控制道场。双截龙兄弟就
就是为了阻止他。我觉得这有什么可阻止的呀？被武力兼并的道场明显就是技不如人啊。卡了一个位置，把小兵清了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跟他打套路了。刚才和3个人一起混战，没少吃亏。这个家伙的攻击判定太强了，利用一下歪轴，使用特殊技，确认到了之后再进行追打。这个套路打他是非常可以的。他已经吃了2发，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飞刀，血量不多了。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，双截龙回归，也叫做超级双截龙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